中国新的土地一直在生长。黄河口、辽河口等大河河口，这里的大片天然湿地，都是在最近的数十年，甚至数年间形成的，堪称天然的填海造陆工程。每年还有数百万只候鸟在这里南来北往。为什么如此年轻的土地，却拥有如此繁荣的生机？首先，让我们去看看年轻土地上最精彩绝伦的表演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特别的装扮。潜入行动已经开始，前面有一只丹顶鹤正在觅食，我们需要安静一点，尽量不要打扰到它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丹顶鹤，当你真的看到它的时候，才发现它实在太大了，有1米多高，样子也非常的鲜，头顶裸露的红色皮肤非常明显。丹顶鹤有几个以长著称的特征，包括脚长、颈长、喙长。长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涉水，长长的3个前指可以让它们在松软的湿地里行走，不下陷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舞蹈，它们要通过长期队伍来求偶，配对后也经常对舞对鸣来加深感情。除了丹顶鹤，在黄河口、辽河口还有许多数量同样稀少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。这是东方白鹳，全球仅有9000多只，它们被称为候鸟中的大熊猫。而黄河口最多时有200多巢在此繁殖，是国内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。这是黑嘴鸥，全球数量只有2万多只。近几年的繁殖季，仅辽河口就可以超过1万只。这是一只反嘴鹬的幼鸟，可以明显看到它的嘴巴是往上翘的，还拥有一双大长腿，典型的射禽，很适合在潜水环境中生存。现在风很大，幼鸟正利用草丛为自己挡风，非常聪明的小家伙。我们也为它挡点风。事实上，每年都会有种类繁多、数量庞大的候鸟来到黄河、辽河入海口，在这里补给，或是直接当作越冬地、繁殖地。仅黄河口就有超过600万只候鸟，有38种鸟类的数量占比超过全球的1%。在候鸟迁飞的季节，还经常能看到成千上万只鸟组成的鸟浪。接下来，请欣赏这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。为什么这片大地会有如此多的鸟类？究竟有什么魔力在吸引着它们？这些年轻土地最初形成时，盐度往往非常高。最早对它们进行魔法改造的，是一种惊艳大家双眼的植物。它们的位置全是泥泞的滩涂。我们需要
穿上防水裤，趟过这条水沟。就是它们，红海滩，其实是一种名叫炎地碱蓬的植物，拥有极强的耐盐能力，可以在这片还时常被海水淹没的年轻土地上生存，是这里的探路先锋。较高的盐分也促使它们体内一种名叫甜菜红素的红色素不断积累，一片海岸红毯便诞生了。它们不但为黑嘴鸥等动物提供了食物，还使得根系周边土壤松软，让螃蟹更好打洞。而螃蟹也正是许多鸟类的食物。此外，碱蓬不仅吃盐，它的根系还会增强土壤的通气性，让盐分更容易被雨水、河水淋漓带走，从而降低土壤盐度。经过炎地碱蓬的魔法改造，以及陆地的堆高，一些无法在咸水环境生存的植物，比如柽柳，也得以扎根这片新土地。再之后，当泥沙越遇越高，更多土地被植物固定，盐分也继续降低，可以长到1人多高的芦苇便大片大片的出现了。每年8到10月，当芦花盛开，黄河口、辽河口都会变成脉脉芦花浮浪飞。红海滩、柽柳、芦苇在黄河三角洲的面积绵延超过了500平方公里，而在辽河口还生长着亚洲面积第1大的芦苇沼泽。它们像是开发了不同的主题乐园区，让更多的动植物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栖息玩乐。于是，原本的盐滩变成了全球最拥挤的候鸟迁徙通道上极佳的停歇地。此外，在三角洲内部还存在一种特殊的魔法通道，只有飞到空中才能看清它的神奇。看这个，像不像一棵树？还有这棵。当潮水涨上滩涂，进退之中冲出了这一条条沟渠，学名潮沟，俗称潮汐树。在黄河三角洲，最长的潮沟可以达到6公里以上，从一片光滩到红海滩，再到芦花开处，沟通着滩涂上的各种生灵，交换着营养物质，从而助力黄河三角洲成为中国暖温带最完整、最典型、最年轻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。这片年轻土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接下来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是一朵陆海之花。此刻，我正在黄河口外数公里的海面上航行，海水非常浑浊，但是你看，前方仿佛有条结界，把浑浊的海水困在里头。从空中俯瞰，黄蓝分界线两侧，一边是浑黄的黄河水，一边是蓝色的渤海海水。让我们分别取出2瓶，看一看。可以看出，两边的颜色差异非常明显，这边浑浊一点，这边非常的透亮。其实更重要的是两边密度的不同。黄河水是淡水，密度低于渤海的咸水，两者相遇之时，黄河水漂浮在海水之上，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颜色过渡带，这就是河口风。而年轻陆地形成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。咸淡水交锋间，泥沙在河口沉降下来，淤积成陆地，不断向海洋扩展。但你可能无法想象，它扩展的速度有多快。我旁边的这片土地年龄还不到30岁，再往前方不远就是黄河最新的干流入海口，整个河道长约20公里。从1996年开始，黄河才从这附近入海，也就是说，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，便淤出了这一大片土地。而在黄河入海口，垦利以东的5400多平方公里，一块接近上海大小的三角洲，都是在最近的160多年间形成的。期间，
黄河多次泛滥变道，每变一次，三角洲便向新的方向扩展一次，如同一片片向海生长的花瓣，不断叠加，最终形成了一朵黄河入海之花。这是黄河奔流5000多公里后最后的绽放，绽放出了中国最年轻的陆地之一，也堪称世界上最快速的天然填海造陆工程。然而，这些年轻土地却面临着诸多危机。在黄河口一条公路的两侧，我们看到了两边命运完全不同的森林，一边是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，一边是树叶凋零，甚至有的已经枯死。长势不好的这边，地下很可能被海水入侵，导致树根触及咸水；长势好的这边，靠近黄河，地下有充足的淡水补充。因此，保护湿地的核心之一就是保护淡水资源，人们必须行动起来。这是黄河干流上最后一条人工引水渠，它的形状有点特别，从空中俯瞰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条蛇形的弯道。人们将黄河水引入，通过它沉降泥沙，再把分离出的清澈淡水补充进湿地里，让植物得以更好的生长。湿地与森林、海洋并称地球3大生态系统，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。2021年，中国颁布《湿地保护法》，明确保护湿地的目标和规范。今年，黄河口等多处滨海湿地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它们将得到更多重视、更多保护。而社会力量也是保护湿地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从2021年起，宝马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及中国政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号召，发起 BMW 美丽家园行动，资助辽河口、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助力湿地类型国家公园的水土保持建设，并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打造人工湿地。同时，宝马积极推广公众教育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。很多人说，黄河、辽河入海口没有长江、珠江入海口繁荣，但是从生灵的角度，它们呈现的却是另一种难得的繁荣。天空中群鸟飞集，陆地上红海滩如花飞舞，海面上黄蓝交汇，海陆空的奇观全在这里汇聚，可谓最年轻的土地创造了最盛大的繁荣。而更多繁荣的湿地生态系统遍布天南海北，它们在鄱阳湖，在青海湖，在杭州西湖，在武汉东湖，也在若尔盖，在三江源，在塔里木河，在崇明东滩。只要我们懂得守护，它们就将永远盛放在中国。